你听过什么酸碱体质、左右脑学习法、量子能量手环吗？这很常听到的东西，其实都是伪科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伪科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伪科学大家都讨厌但现代生活当中到处都是伪科学。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这些神奇产品，如果打开维基的伪科学列表，从医疗保健到玄学星座都被列在伪科学的范围里面。不过你可能也听过一种说法，不是啊，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伪科学？他们也有很多的专家认证啊，有英国实验证明啊，或者是上过某某期刊啊，或者说这些主张可能是现代技术还没有办法证实而已。像是在哥白尼的时代，日心说也是伪科学啊。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这种说法到底合不合理，到底要怎么样分辨真科学跟伪科学？如果有亲朋好友对于伪科学深信不疑，我们该怎么办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想要煮菜又怕麻烦的人吗？那你一定要注意这场线上课程，由料理达人 Kazu 研发的奇迹的遗物多煮公式，堪称料理懒人福音。遗物多煮公式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它破除了2大煮菜迷思。第一呢，其实日常煮菜只要懂8种食材就够了。因此呢，这堂课精选了8种全年好买、口味又受欢迎的食材。第二，一个食材呢，只要会6种变化，就能够让人吃不腻了。所以只要掌握这套料理公式，懒人也能够每天轻松上菜，不烦恼又不重复，根本奇迹。讲师 Kazu 呢，已经出版了3本热销食谱，他的料理教学影片更累计了超过5000万观看。Kazu 丰富的料理经历让他超清楚哪一些做法最适合怕麻烦的人来学。现在就把握限时早鸟优惠，用优于4折的价格入手课程，结账输入折扣码 Cook77，还能够再省350元。懒人们动起来吧！什么是伪科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可长可短。最简短来说呢，是包着科学外衣的假新闻，也就是没有依照科学的方法验证过，但用科学术语来包装的产品或论述。像我们前面提到酸碱体质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案例，你可能也听过说什么，如果呢身体偏酸性就容易得癌症，如果体质是碱性的就比较容易健康。所以人应该要少吃肉类等等的酸性食物，多吃蔬菜啊、水果之类的碱性食物，才能够帮助你中和体质，预防生病。这个理论的创始人杨恩呢，号称自己做了很多的研究，还写了本大卖的畅销书《酸碱值奇迹》来推广这个理论。不过当时就有很多的科学家提出，这个理论根本没有科学根据，完全就是伪科学。因为人体呢本来就会自动调节自己的酸碱平衡，不会因为你吃一块牛排或是喝一杯碱性水就有改变。而且人体的血液的这个酸碱值正常范围非常的小，是 7.35 到 7.45 之间。不管是酸是碱不要说是可以预防疾病的，超过一点点就是很危急的状况。而杨恩本人呢，后来在2017年也因为无照行医跟诈骗被判刑。那当然这只是千万种伪科学的其中一个案例，但从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大致的归纳几个伪科学的常见特征。当然，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一般人来说，要去查证每个说法背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科学证据，的确有困难。不过，还是有几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初步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有伪科学的味道。第一，喜欢用一些听起来很专业、权威，但又很模糊、夸大的语言，比如说酸碱体质讲的什么酸碱值，或是什么能量手环、量子袜子等等，就是大家都听过的酷科学词汇来包装。但实际要问到食物怎么影响到人体酸碱值，要怎么样验证袜子里面有能量，为什么你说的酸碱值跟现有科学原理不一样之类的细节，他们却常常不会说清楚。而这些还没有可靠科学证据的东西，却又常常宣称有很大的效用。比如说呢，可以治疗癌症啊，保证药到病除等等。但就连经过认证的药物或疗法，其实多半都不敢这样子宣称疗效。第二，伪科学很常会依靠意识证据，也就是搬出个人经验或是见证来说服人。像是会搬出使用者经验来说，我本来有癌症，但吃了这个量子纠缠药丸就全好了啊！我隔壁家小明就是靠着这个相对论手环打赢比赛的。那这些经验呢，就算不是暗装也可能只是少数人的经验或是巧合，甚至是安慰剂效用，并不能够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有效果。而真正的科学研究呢，会控制变量，用统计方法来分析大规模的数据，特别是医疗或是药物类型的产品，还要经过非常漫长还有严格的临床试验，才能够确定说这个东西没有安全问题，确定真的有疗效。反过来，伪科学呢，往往只挑选对于自己有利的证据，忽略甚至歪曲那些对于自己不利的部分。而这就能够带到我们的第三点，伪科学所谓的研究常常经不起同侪的审核。
伪科学最常见的第3个套路是研究缺乏公开性和可重复性。一般科学研究的论文呢，不只是需要结果，还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机制，需要公开实验设计、数据还有分析方法等等。这么做呢，是为了确保说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是可靠的。而另外呢，还需要有同侪审核，让其他研究人员可以重复这些实验，确认结果是不是一致。而伪科学呢，当然也会宣称自己做了很多的研究啊，发过某某期刊，得到某某专家证明。但是呢，他的研究方法通常都很不透明，让人无法照着去做，证实他们是不是对的。举例来说呢，大家可能知道，几年前呢有一本很红的书，叫做《生命的答案：水之道》。作者江本胜呢宣称说，水会根据我们的想法和情绪改变结晶的形状，整天骂它呢会变成丑陋的形状，常常跟他讲好话会变成漂亮的结晶。所以大家呢要常常讲好话，用爱的力量改变世界，巴拉巴拉巴拉。那江本胜呢，号称有医疗博士学位，也跟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做了很多研究，发表期刊论文，看起来超可靠。那其实他发表的期刊呢，不是一个得到业内认可的期刊，合作的研究人员呢，大多是他的员工或者其他不知名机构的成员。论文的内容呢，也被批评充满瑕疵，细节含糊不清，甚至呢会透过筛掉反例来操控实验结果。后来还有个叫做詹姆斯·兰迪的人有公开挑战江本胜，跟他对赌，只要在双方协议的条件下重复这些实验，成功验证结果就能够获得100万美元。但江本胜并没有回应这个挑战。不过这边有个问题哦，像不少江本胜的追随者呢，就反驳说，虽然目前还没有斩钉截铁的证据可以证实他的理论，但这只是因为现代的技术还不够成熟而已，不代表这个理论是伪科学啊。搞不好未来有一天的技术成熟，酸碱体质跟水的结晶也会被证实是对的。这好像听起来也有点道理哦。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确定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千古难题。过去有非常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都尝试提出自己的观点。最有名的呢是19世纪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他认为区分科学跟伪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可证伪性，也就是呢一个科学主张是要能够被证明是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用爱因斯坦举例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主张说，质量巨大的物体会扭曲周围的时空结构，光线经过这些物体的时候就会被弯曲。比如说呢，他预测说，靠近太阳的星星，它们的星光经过太阳的时候，会因为太阳的重力而发生弯曲，导致我们观察到的星星位置会偏离它原本的位置。虽然在那个年代，他们还没有技术可以让他们观察这个主张正不正确，但是波普认为这个理论是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主张，因为只要有技术可以看到太阳附近的星星，对或错就是一翻两瞪眼。果然，到了1919年当时的科学家成功观测到太阳附近的星光确实会因为太阳的重力而发生偏折，而且偏折的角度还跟相对论预测的很接近，证明了这个理论是成立的。那反过来，波普就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一种无法被证伪的主张。波普批评说，如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节，认为呢男性会潜意识的依恋母亲，对于父亲有敌意。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些小男孩反过来依恋爸爸，对妈妈冷淡，他也可以解释说我们是在压抑潜意识，加上潜意识没有办法观测，不管怎么样都讲得通。这种无法证伪的性质，波普就认为是伪科学。当然啦，这是19世纪的事情。今天的这个心理学科呢，跟精神分析理论都已经跟当时差异很大了。不过波普的这个可证伪性的重点在于，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够勇敢的做出预测跟接受挑战。只要发现新的证据，科学家呢就会修正或者放弃原本的理论，不断进步。但伪科学完全相反，它往往呢会拒绝所有的反驳，甚至攻击质疑者。而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大致的区分所谓不能够被科学证实的东西，到底只是还不够成熟的科学，还是其实呢是不是科学的领域，或单纯就是伪科学。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大致可以分辨什么是伪科学之后，下一个问题是，如果遇到家人朋友超级相信伪科学，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遇到家人或朋友笃信伪科学，轻微一点呢是浪费钱，严重一点还可能有延误就医的风险。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不少的专家建议，除了自己要先做好查证跟准备，同时在展开沟通的时候，尽量不要一开始就用直接否定对方的角度说这个就骗人的东西，不然容易引起更大的抗拒或反弹。沟通的时候，或许可以尝试先肯定对方的出发点，比如说，当长辈推荐某个号称治百病的伪科学手环给你，你可以先说谢谢你那么关心我们的健康等等，先用温暖的态度避免对方觉得被攻击。接下来呢，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慢慢引导他们，像是多问他说，这个产品说很多研究，那是什么研究？可以给我看看吗？哪里好像不对，他们有什么解释吗？等等，用好奇跟探索的态度引导对方自己察觉问题。
最后也可以尝试帮他们直接解决问题，提供更可靠的替代方案。比如他们是为了降血压而吃偏方，我们可以直接带他到医院检查，让医师开药或者是给出正确的指引。那如果吃草药呢，是为了保养骨头，我们也可以直接帮他买经过核可的保健食品，取代原本来路不明的草药等等，尝试帮他们解决根本的问题。那当然，沟通不一定总是会成功，但是这些方法或许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也希望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呢，就是会员票选投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伪科学之所以会那么的流行，其实是因为它利用了大家对于科学的信任，加上一般人呢不太可能对于每个科学原理都那么的熟悉，导致要戳破伪科学也很不容易。不过要区分科学跟伪科学哦，也不表示说科学之外的东西都是错的或者是假的。像是呢，文学、艺术、宗教这些东西虽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但他们所提供的信仰跟心灵价值，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很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觉得要清楚的区分伪科学的原因，不只是怕自己被骗而已，因为当代社会呢有很多的事情的判断标准都依赖科学，但我们不小心相信伪科学，就很容易做出影响巨大的错误决定。比如呢，疫情期间，美国有所谓的疫苗导致自闭症的伪科学说法，导致很多人不敢去打疫苗，反而因此呢让疫情扩散的更加的严重或更快。或是什么全球暖化不存在、减碳环保其实没用等等的说法，都会让人忽视正在发生的全球危机，影响到政府推动政策的速度，反而让问题越来越加严重。那也很希望呢，今天这一集影片能够帮助大家有些判断标准，在日常当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对抗伪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觉得需要更多的科学普及教育，从根本让大家有能力分辨伪科学。比如我觉得需要更多的管制哦，比如立法还有标注伪科学新闻。所以我觉得很悲观啊，伪科学跟假新闻一样泛滥，难以避免。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伪科学。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酸碱体质骗局以及大便诈骗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